8月31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野村哲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使用了核污染水而非日本政府发明的政治术语“处理水”的说法，这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大为光火。他责成野村哲郎立即撤回并道歉。野村哲郎在记者会上表示自己说错话了，撤回此前有关核污染水的说法。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野村哲郎说的是大实话。8月31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野村哲郎去首相官邸，与岸田文雄和其他官员讨论中国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一事。在其后回答記者提问时，野村哲郎直言日方排海的是污染水。どういったお話されました？いや、情報交換です。それぞれの役所の取り組み状況について、あるいはその汚染水のその後の評価等について。情報交換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野村哲郎没有使用日本政府官方提出的处理水这一政治术语，引发首相岸田文雄暴怒，责令他对令人遗憾的言论做出全面道歉。很快几个小时之后，野村在首相的压力下对媒体全面道歉。なんでその時に汚染水と言ったのか、ちょっと私も自分で言ったということをもう全然記憶になかったもんですから、中国が使ってるんで。そういうことを言おうと思ったのか、ちょっと頭の中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ど。道歉后，野村否认自己将引咎辞职。次日，岸田文雄也表示不会将野村撤职，但他仍向媒体强调野村的口误很不合适，还表示要让野村通过制定水产支援政策竭尽全力挽回信任。深圳卫视注意到，对于福岛核事故产生的污染水，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最初宣传其为川水，但在媒体揭露其中还含有其他多种放射性物质之后，日方又改称处理水，以强调经过了处理。处理水也成为日本政府的政治术语，但外界一直质疑，按照这种逻辑，自来水、瓶装纯净水都可说是处理水。1号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指出，野村说的是大实话。处理水这样的称谓无视客观事实，是日方试图淡化掩盖核污染水排海的危害，误导公众和国际舆论。日方有关官员提及污染水，这不过是说了句大实话而已。日方真正应该撤回的，难道不是将核污染水强行排海的错误决定吗？日方真正应该道歉的，难道不是向全世界转嫁核污染风险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吗？让日本舆论紧张的是，在排海启动之后仅仅7天，东京电力公司就在排放口附近采集的海水样本中监测到高于日常值的放射性物质氚，含量为每升海水10贝克勒尔。这一数值虽然低于停止排海的标准，但氚的含量超过以往的数值。东京电力公司认为完全不存在安全问题。日本媒体认为东京电力公司存在严重的信誉危机。福岛核事故发生后，该公司在最初的处置中存在严重失误，甚至有工作人员透露要现场翻阅工作手册才敢操作。其后的几年间，该公司又隐瞒核污染水中含有60多种放射性物质的事实。还有日本调查记者报道指出，即使经过 ALPS系统的净化，但有约70%的水未能达标。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9月1号指出，目前公开的福岛核污染水监测数据都只是日方单方面提供，而东电公司多次爆出篡改、瞒报、虚报数据的丑闻。在长期国际监测机制缺位的情况下，本应作为被监督者的日方，却充当起唯一的核污染水数据的检测者，这样的检测谈何科学、透明、可信呢？中国及中国香港进口的日本水产占其出口总量的近50%。日本渔业在核污染水排海后损失惨重。为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媒体上发布吃播福岛水产的片段。私たちも早速美味しくいただきました。美味しいです。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也跟风发视频，最近每天午饭都吃福岛食材。私の昼食ランチです。福島県相馬市の漁協松川浦産の青さを少し入れます。ちょっと入れるだけでですね、ふわっと広がるんで、もう一気に大きく広がりました。いい感じです。栄養たっぷり。福島県いわき市で揚がった鈴木のこのお弁当、これを今日は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也许是岸田下达了指令，日本内阁各大臣的推特现在的画风都是这个样子了。针对日本政府的这场政治秀，大阪前知事桥下彻和宫崎前知事东国原英夫都看不下去了。他们在一个娱乐节目中揶揄日本政府。すぐ出てくるようにするんですね。そうや。いや処理水の場とかやんなさいよ処理水スナックとか。实际上，吃福岛海产在日本政坛不算太大的新闻。日本媒体近期报道一则旧闻称，12年前，时任日本内阁政务官原田康博当着媒体记者的面，将半杯号称是来自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的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两饮而尽，还声称没问题。但画面说了实话，原田康博将水倒进杯子时，手一直在发抖，嘴唇碰到杯子时也显得很紧张。按理说，这位喝下福岛核污染水的日本政坛第一人应该前途光明，但日本媒体注意到，这个人并未获得同僚或公众的认可，已于多年前退出政坛。另据日媒报道，在东电排放核污水1周后，福岛县海域9月1号起已开始进行拖网捕鱼。此前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在选择排放时间时，考虑渔民对风评被害的担忧，有意错开了捕鱼解禁的时间与核污水开始排海的时间。据悉，岸田文雄将于本月赴印尼出席东盟首脑会议，并赴印度出席20国集团峰会。届时，他也将就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进行游说。但污染水就是污染水，对食品安全造成的风险是无法掩盖的。近期，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人士就强烈批评日本将太平洋用作自家下水沟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表示，将加大对进口日本水产品的安全监管力度。近日，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4年度预算申请，总额约合3864亿元人民币，再创历史新高。对此，日本国内媒体形容，日本将陷入无限循环的军备竞赛。从新版安保3文件到防卫预算12连涨，日本政府在整军扩武的道路上将走向何方？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独家解读。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4年度预算申请额，总额达到创历史新高的7.738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864亿元，较2023年度原始预算大幅增加了13%。数据显示，从2016年破5，也就是超过5万亿日元，到2022年破6，中间花了6年时间，但这次申请额破7却仅隔1年。疯狂膨胀的防卫预算反映出日本政府在整军扩武的道路上已经从小步快跑转向大步狂奔。对于日本加速扩充军费，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认为并不意外。从去年年底通过的新版安保3文件到近日发布的2023版防卫白皮书，日本政府都提出要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2024年度预算申请额大幅增加，不过是防卫省落实这一目标的步骤之一。那么这是日本推出5年内从根本上强军战略跨出的第2步。那么这凸显出日本持续加速加码，从根本上增强军事战力的那么一个势头。那么第一个呢，是强化高度机动化、持久化岛屿的作战能力。那么第2方面呢，是以西南岛屿为中心，要急速的修建弹药库，增加弹药量。那么目的呢，是要确保持久战。如此巨额的军费，主要用途就是购买武器，特别是围绕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提及的需要重点增加防卫支出的7大领域中，所谓防区外防卫能力排在首位。所谓防区外防卫能力，指的是远程打击武器。2019年至2023年这5年间，与远程导弹相关的投入约合100亿元人民币，而未来5年这一数字将激增25倍，至约2500亿元人民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武器的射程都远远超过了自卫的需求，具有攻击性和挑衅性。是要在今年一次性采购400美军战斧式巡航导弹的基础上，明年将耗资373亿日元，购买可挂载在 F-35A 上的联合制空杰斯姆导弹，并改装29架 F-35。此外呢，还将购买挂载在 F-15 战机上面的 JASSM-1R 的远程导弹。那么这款导弹呢，美国国会最近已经批准
可以出售给日本，它的作用呢将会大大的增强日本在战区外的远程打击能力。围绕加强反导能力，日方在未来5年也有详细部署，计划建造10艘搭载美国宙斯盾系统的军舰，舰队规模仅次于美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战舰排水量猛增，将成为日本战后最大水面作战舰艇。据美国动力网站披露，日本的新型宙斯盾舰将美制 ANSPY-7 雷达布置于舰桥顶部的塔状结构，尽量抬高以增加探测距离。在设计上来说，是对海上自卫队现役摩耶级驱逐舰的升级。摩耶级驱逐舰排水量为8200吨，而新战舰的排水量达12000吨，长度为190米，宽25米。日本防卫省还表示，新战舰的排水量是美国海军主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1.7倍。按照计划，日本防卫省2024财年将采购2艘新型军舰，单价约合95亿元人民币，预计分别于2027年度和2028年服役。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介绍，之所以建造这2艘新型战舰，与2020年陆基宙斯盾系统部署计划被弃用有直接关系。建造装备宙斯盾系统的新型战舰，其标准的排水量12000吨，满载15000吨。那么它将是目前日本摩野级宙斯盾舰的1.5倍。那么它主要呢是用来替代原来设想建造的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但是它事实上在装备上突破了陆基宙斯盾的局限。除了吨位大，日本新战舰的火力也进行了升级，将装备128单元垂直发射装置，而摩耶级则为96单元。该舰将能发射标准3 Block 2A 反导拦截弹以及标准6多用途舰空导弹。搭载标准3导弹主要针对远程及洲际弹道导弹的中段拦截，而标准6则具备有限的高超音速导弹拦截能力，并且可以攻击水面目标。美国动力网站还认为，随着日本从美国购买战斧巡航导弹，这种导弹也可能会装备日本的新型舰艇，用于对陆和对海远程打击。此外，日本防卫预算事项还专门包括对日本自卫队指挥体制进行改革，预计到2024年末，日本自卫队将建立全新的统合司令部，规模约为240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计划中的统合司令部将成为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对口部门。观察指出，新的统合司令部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美韩联军的指挥模式，反映出日本打造攻防兼备军事能力的战略意图。从二战结束以后，一直到2020年前，日本都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则，就是说那个军费占 GDP 总值不能超过1%啊。之前我们想日本一直这样，但是从最近2年，日本决定就是说，跟随美国的印太战略，包括跟随美国的总体军事战略，决定大幅度增加军费，完全突破了这个1%的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则啊。也就是说，日本已经完全不把自己当做一个二战中的一个战败国，而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所谓的军事大国来处理。日本2023版防卫白皮书提出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的目标，未来5年的防卫预算总额将大幅增加至43.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1万亿元，并在2027年实现防卫开支占比达到 GDP 的2%。届时，虽然法律上来说日本仅有自卫权，但其防卫费却在7国集团内仅次于美国，而日本国内也不乏反对扩军的声音。日本东京新闻9月1号报道称，该国防卫预算要求额创下新高，但大部分增加的金额用于支付从美国爆买的装备尾款以及已有装备的维护费。今后还有很多推进的项目，包括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等。如此一来，日本将陷入无限循环的军备竞赛。债台高筑、人口渐少的日本能够支撑下去吗？东京新闻还指出，预算申请也提及自卫官招募难的问题，但除有效利用民间力量外，还找不到根本性解决措施。人手短缺而物资不断增加，只会导致闲置装备堆积如山。弄清实际国力上限，通过外交力量补充不足之处，无论如何都要避免战争。若没有这种决心，则日本可能在军备重压下走向灭亡。5年間で43兆円というのは、これは国民の大変な支出だと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てるけれど、それは間違ってはいないんですけど、軍事会社の巨大な収入なわけですよ。日本の経済が途方もないもう立ち行かない状態に防衛財源をどこにするかって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もごまかして今いるけれど、みんなも貧困の生活は覚悟してくれと。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日本防卫省再抛2024财年创纪录的防卫预算申请，那么您对此有何评论？主持人好。第一，从地缘角度来看，日本处在中美之间，无论是中国在区域内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新整合亚太的权力政治，还是美国作为一个域外国家维系对于亚太的离岸制衡，都离不开日本。世界处于1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同样要求日本，或者说日本被要求去做出抉择。第二，从国际关系和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如果有的选，任何国家都不会愿意在大国交锋之间选边站，做大国对抗的第一线。而为了有的选，最好的办法就是强化自身力量，成为大国争相拉拢的对象，而不是威逼的对象。对于日本而言，中美关系就是本世纪乃至更长远的未来最核心的国家间博弈赌局，而没有点实力是没有资格坐上这个赌局进行抉择的，甚至连成为筹码的权利都没有。以上2点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出第3点结论：无论日本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倾向于中国也好，继续与美国父慈子孝也好，亦或是勇敢走出第3条道路，出发点都是首先强化自身硬实力。就像我刚才所说，没有一点的实力，日本连做出抉择的权利都不会有。到今天为止，日本还是一个政治上、军事上都不正常的国家。这种不正常是日本战败的事实决定的，也是建立在美国自2战结束以来的亚太霸权之上，建立在美国在日本超过5万的驻军之上。日美同盟的本质也是一条枷锁，而中美之间的博弈则为日本打破这条枷锁提供了一个机会。我此前多次引用过日本朝日新闻的这句话：中国越可怕，美国制衡中国的需求就越高。而如果美国自己无力下场，那也就只能放松日本脖子上的枷锁。事实上，过去20余年里，日本也是这么做的。自本世纪初的小泉政府时期开始，日本把中国威胁论摆上台面。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2012年，梅开2度上台的安倍晋三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中国崛起为借口，明确提出修宪的目标，并在其任内解禁集体自卫权。而岸田政府则主动按照北约标准，定下5年中将防卫费支持翻一番的目标。这意味着年均增速达到惊人的20%，迅速成为7国集团中防卫支出仅次于美国的国家。日本扩军修宪就是一种阳谋，意图是通过使自己的军事实力得到美国的承认这种方式，进而谋求政治独立性与经济独立性得到承认，由此实现国家的正常化。那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日本这种阳谋呢？这是个好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我们对以下2个问题的答案。第一，日本在军事、政治上的非正常国家状态与美国在亚太的霸权，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如果我们认为美国在亚太的霸权是过时的，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是需要改变的，那美日军事同盟这条日本脖子上的枷锁是不是也需要改变？当亚太进入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之下，日本是否还有必要保持旧有的非正常国家状态？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中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态度。美国在亚太的霸权就算是过时的，但亚太整体的和平与稳定必须被新秩序继承下来。考虑到日本在近现代历史中所扮演的不光彩历史，中国在后美国霸权时代，无论是否支持保留日本脖子上的枷锁，都没有对错之分，且都是对于历史的负责。只不过一个是基于历史的谨慎考量，一个是走出过去的历史，创造新的历史。第二，我们认为日本希望在中美的大国博弈中得到什么？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日本加强军力建设就是军国主义幽灵不散，但这容易让我们忽略日本在阳谋背后的阴谋。比如说，日本摆出这一边倒向美国的姿态，实际上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达成在美国面前有一定独立地位的目的。这同时也是一个提高在中国面前的议价能力的过程。换言之，日本把倒向美国用作威胁中国的工具。现在学界和舆论都普遍认为，
日本对华政策是依附于美日关系的存在，缺乏足够的独立性。日本只有独立于美国，才能在东亚新秩序中具有正常地位。2010年，中国 GDP 首次超过日本，12年后的2022年，中国 GDP 已经是日本的4倍。中日实力地位的对比越发悬殊，是日本政府无法忽视的。我们也注意到，日本也越来越在中美之间两头下注。例如，一边配合印太战略打造美日韩三角同盟，一边又不排斥中日韩三边合作，这可以说是日本式的精明，但也越发让世界各国看清东亚实力此消彼长的现实。日本寄希望于在中美竞争里渔翁得利，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日本正逐渐走上小国化的生存之道。